那时候就想，就算堕入地狱，永世不出，也不能听下去。爹，你跟我说，你娘原谅我了。那我可怜你。爹，爹，爹，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，你也下山去吧。爹，我们一起下山吧。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。爹，您看。你和我，咱不是好好的吗？姓古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，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。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，一个种茶的泥腿子。您是李百万呀，您是爹。您是富甲天下的经商魁首，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商人，爹，您把这些都忘了，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，行吗，爹？咱们下山吧。欲知为甚，岂可猜乎？我不让你跟这姓古的交往，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孩子，你聪明是聪明，好胜心太强了。我留下的这些家产，足够你富裕一生。不要做生意，回京师去，随便干点什么都行。爹，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？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了。来到这里，在这个时候，
是天意。我会死在这儿，世世轮回，变成地间的泥巴。还债、补偿、赎罪。当年在课场上害我的人，是你。知道你来京师了，担心你要是真考上，岳州旭就唱不下去了。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平南，你小瞧我。我跟您打个赌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打。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，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，我来接你。哎呀，弄着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娘，再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。玉儿，我来吧。娘还是不肯喝。娘啊，我托人从江宁府给你带了鹅油膏回来，咱们先喝药，喝完药吃膏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何须哄我？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，就说与我听。但是这药咱得喝呀。妈妈，扶我起来，让我坐一会儿。哎。脸色怎么那么差？你傻了？最近事儿太多了，老二骂我了，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，这样反而是害了你。我想想，他说的也有道理。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，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。你做得了主吗？
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，到底应该怎么做。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，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那现在说这些不是没用了吗？这都是命。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，我也要和他争一争。娘啊，您可得好好的活着，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、抱孙女，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。你可不能撒手啊！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？如果是的话，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，我可以去求他，我可以去给他下跪，去给他磕头，只要你开心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要他回来做什么？我就是这一辈子，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他死在哪里，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、雨淋着？结果你也看见了，人家活得好好的，连信都改了。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吗？老大，我这口气吐出来了，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了。要是治不好的，就让我这样待着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想。那个人改了姓，他连姓也改了。你要等的那个人，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，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。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？是不是？我觉得呀，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。你再这么拼下去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。四川的井盐啊固然便宜，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了。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？天下盐，天下人吃，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。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，他说话这是大不敬。你不怕掉脑袋啊？再等个5、6天，我的本儿可就赔没了。我们在商量事儿，你进来干嘛？我都要当寡妇了，我还不能进来啊？哎呀，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爹，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，范岩的事儿我陪着他干。胡闹！我回去我能踏实吗？这儿女的事儿，就是无债不来。你这儿一个，我那儿一个。给他们打个杠啊！看仔细了啊！和尚们，走走。
这么多盐呐，是，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。是。东家，这盐是哪儿来的？告诉他们吧。这些啊，不是两淮盐场的盐，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。哎呀，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。东家，您这可犯的是私盐，要杀头的。诸位，生意做到这个份上，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？如此困顿之时，能和各位共事，是顾某的荣幸。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，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，会累及各位。你们要的底，我已经都交了，之后的路要怎么走，各位请便，我绝不强求。东家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承蒙您收留，真的是万分感谢。可是这事儿，哎，这么办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有罪，大伙儿共同担着。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，手里有些积蓄，到时候把铺子一关，就了事儿。咱没有必要跟李万堂啊争一日之长短。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。大家一路劳累，今晚早点歇息，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。公子，查到了。说，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，发现天不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进货，用大船从码头运来。兄弟们跟踪那船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，大多是四川的井盐。井盐？运了多少次？昼夜不停。上一次16艘大船，井盐比咱们便宜1半多，难怪他们能撑下去。说了，他敢跟我打这价格战，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。他毫发无损。去叫管家。好。等老爷一醒，让他定夺。不必了，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，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？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的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他古平原贩卖私盐，一下子这么大的量，这可是砍头的罪过。怎么了，少爷？要报官啊？啊！你要真是个草包！现在两江地面上，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？谁敢拿他呀？说不定他平抑盐价，总督府还要赏他呢。听着，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，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？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果扣了。他要是敢索要，把他一块扣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古平原不敢报官，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，我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。马上去办。队长！
这是什么意思？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船被扣了！他们人在哪儿？啊，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，那张桌就是码头桌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讲茶。在下古平原，想求见贵帮帮主。阁下在家还是在帮？在家，为了那船盐而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要真有事儿，我学赵子龙七进七出也把你救出来。老祖说了，贵客大堂奉茶，请吧。老祖请他，没有你。请。拜见老祖宗。这船盐是你的？是啊。贩卖私盐，这个罪过可不小啊。这是官府的事，贵帮有话直说。痛快。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，最近也是少吃无穿，挺苦的，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。咱们有2个办法，你选一个。往后你再运私盐，利润上，我们曹帮要多分3成。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，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。要么就简单一点，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，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。明着绑架呀？不怕我报官吗？报官？如果犯私盐这事，不怕见官的话，你就报嘛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钱我1分都不多加，你要绑就绑吧。2000万两银子，3天。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，沉到水里喂鱼。我说话再说。老祖有老祖的规矩，闯法堂，不想活了吗？我管你什么堂！一身蛮力有什么用？力气再大，也不过是头牛罢了。
要被扣了，大奶奶！好家伙，你要干嘛？全武行啊？你怎么还不换衣服？跟个老太爷一样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你没听黑子说呀？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，还要2000万两银子，哪儿找去呀？你快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？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！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？我又不是窦尔敦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爹，你是怎么了？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先按照江湖规矩谈，谈不拢咱们就打，还怕了他们了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外边穿这一身，里面穿动手的衣服，用软刀，咱们好好的会客。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，你一刀压下去，剩下我解决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怎么样，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，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。他能放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。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那黑子说了，3天不交钱，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。我等你慢慢的搞，那我收尸都来不及。哎呀，闺女，这是个大买卖，我之前跟他说过了，私盐的事儿不能碰。现在好了，报官也不敢，去抢人又不是办法。咱们呀，不如找个中间人，两边说和一下。曹帮里头啊，有字号的人物，爹也认识不少。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不好好的养伤？我走的时候，古平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，人我去找了，但他不在。我是想问问，要不我再跑一趟？你这个孩子，他让你找谁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他干什么？快说呀！人命关天。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。你瞧不起我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姓苏能救他，我救不了他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。你进来！你快去呀！闺女，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一路香烟往上升，三老四少坐堂中，弟子上香把祖请，请出祖师潘乾翁。二路香烟举在中，三老四少喜盈盈。师长迎来上面坐，弟子上香把礼行。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姓常，排行第4，头顶通字，脚踏万字，怀抱物字。是老前辈到了。敢问老前辈的师承？子不言父名，是童子辈的先生。我和姑娘来，是来谈姑爷的事儿。请。龟老大，常次有礼了。四爷。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，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古平原吗？正是。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，就不许他给和尚的兄弟们分点余润，这太不像话了吧？怎么，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？要钱有要钱的规矩。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，回府两淮盐场生计，并非私人贩盐。贵老大，请明鉴。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，他们讹金子尿银子，放个屁都油裤裆。我曹帮上下的弟子，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。
不服气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报官呢。我看这事儿闹大了，谁敢管？我曹帮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，真闹起来，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。通字辈的老前辈，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？你现在赶紧回家筹钱去，听明白了？说你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你看到了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走。我夫君他还好吗？他好不好，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一个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，你们能让他吃的好一点吗？哎呦，闺女，不行啊，那是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还真没见过，拿来我瞧瞧。老大，你能把它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？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。这个好啊啊！咱们这一票是绑直了啊！来呀，把那姓谷的带过来。是。姑爷、四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小姐呢？有点担心你，那我们就先来了。我跟爹豁着命巴巴来救你，你上来就问他？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？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。我不担心你吗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哎呦，行了，别吵了。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都吵这儿来了，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？没钱。什么？没钱？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！来，用铁丝把他琵琶骨穿了。啊，别！哎，有话好。你要穿他琵琶骨啊？对呀，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。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。对呀，你给我讲讲看。哎，你看，就别动！你们再乱动乱说，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。